布雷德利再显神威，硬扛导弹拯救一车乌军性命。乌部队上演单方面碾压，俄火炮未开一炮就被摧毁，一条河拦下3个机械师，库皮扬斯克或成俄军终点。美军激光武器突破型进展，夜间秘密实验照片流出。波兰部署美国先进防空系统，台湾或在10年内跟进。近日，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5独立海军陆战旅的部队成功利用国产的鲨鱼侦察无人机摧毁了一辆俄罗斯 2S5 风信子自行火炮，展现了无人机技术和战术配合的完美结合。这行动呢，不仅展示了乌克兰在高科技战争中的实力，也凸显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这次行动呢是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这是俄乌冲突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尽管俄军试图多线推进，但在乌军顽强抵抗下，其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乌军在库拉霍沃西部成功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守住了关键阵地。在达奇诺耶地区，乌军利用地形优势和坚固防御工事，给俄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虽然俄军试图收紧包围圈，但乌军通过灵活机动和精准打击，成功破坏了俄军的包围计划，双方在此地陷入僵持。乌军在恰西夫亚尔城区的防御战中表现出色，面对俄军的巷战推进，乌军利用熟悉的城市地形和预先设置的防御设施，成功反击了俄军的进攻。乌军还通过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对俄军炮火进行了有效干扰和反击，切断了俄军的部分补给路线，迫使俄军的进攻陷入停滞。该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次行动的视频，视频中展示了无人机的侦察和目标锁定过程，以及最终的精确打击。据报道，外部飞行员团队利用鲨鱼侦察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目标锁定。该无人机提供了实时情报，使乌克兰炮兵能够准确打击并摧毁俄罗斯的 2S5 自行火炮。鲨鱼侦察无人机是乌克兰国产的先进无人机，具备高分辨率摄像头和实时数据传输能力。在这次行动中，无人机成功捕捉到了俄罗斯 2S5 风信子自行火炮的位置，并将数据传输给乌克兰炮兵。乌克兰炮兵根据无人机提供的精确坐标，发射了高精度炮弹，成功摧毁了目标。2S5 配备了一门 2A37 火炮，使用常规弹药，射程仅为 28.4 公里，平均射速呢为每分钟5到6发。相比之下呢，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比如 M109A3、AS90 和 PZH2000 等155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炮，在发射增程弹时，普遍是达到了30到40公里以上。在射速方面，目前先进的152和155毫米火炮射速已达到每分钟12发了，即每5秒钟发射1发炮弹。不仅如此，风信子的自动化维持了苏联的原汁原味，其装填、瞄准等操作呢，仍是较多的依赖人工手动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其作战效率和反应速度。欧美援助的自行榴弹炮系统自动化程度高，配备有较为完善的火控系统，具备较强的信息化作战能力。比如法国的凯撒卡车炮、德国的 PZH2000 等都能实现快速装填、自动瞄准和精确打击。2S5 风信子通常是只能打击面状目标，难以对目标实施精确的突击。虽然其能够发射一些增程弹和特种弹药，但在精确制导炮弹方面相对缺乏，难以实现高精度打击。西方提供的自行火炮可使用 M982 神箭制导炮弹等先进弹药，在反炮兵作战中效果极其显著，对俄军构成了重大威胁，能够实现对点状目标的精确打击。然而，就算风信子是一款老掉牙的武器，俄军还是不得不继续使用，这背后呢，又是一段血泪史。风信子是苏联时期研制的火炮，俄罗斯继承了大量该型火炮以及其相关技术装备。由于其数量众多，而且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基本的火炮支援需求，俄军在战争中继续使用这种火炮，以发挥其现有的装备储存优势。研制和生产新型火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风信子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了，且其结构相对简单，维护和保养相对容易。对俄罗斯来说，在经济压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这种火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装备成本。毕竟对于莫斯科而言，火炮可能比士兵要更值钱。
根据 ORYX 项目的数据，自全面爆发的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至少是损失了79辆 2S5 风信子自行火炮，其中65辆被摧毁。这次行动的成功呢，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火力优势，为乌克兰军队的反击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一天，一辆乌克兰 M2A2 布雷德利在执行任务时，遭受了俄罗斯反坦克制导导弹的直接命中。然而，尽管爆炸威力巨大，战车呢却依然保持了机动性，并且成功撤离了危险区域，确保了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这次袭击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南的纳杰日丁卡附近，当时布雷德利战车正在进行人员轮换。根据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发布的视频，导弹是击中了战车的炮塔，引发了剧烈的爆炸。视频中可以看到，战车在爆炸中摇晃，但未能失去机动能力。战车成员迅速反应，驾驶战车撤离了危险区域，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布雷德利战车的装甲设计是其减少伤亡的关键因素之一。M2A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呢是全焊接铝装甲车体，并且在车体和炮塔外部披挂了附加装甲，使其能够承受30毫米穿甲弹的攻击。此外，战车还配备了反应装甲，进一步提高了对空心装药弹和老式反坦克飞弹的有效防护。这种复合装甲设计能够有效地抵御敌方火力，还能够减少装甲穿透后的内部损伤。布雷德利战车的内部布局也经过精心的设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成员。战车内部采用了模块化设计，舱员和武器系统分开，减少了成员在战斗中的伤亡风险。战车内部还安装了凯夫拉防破片衬里，能够有效地防止装甲破片和子弹在车内飞溅，进一步保护成员。此外，战车的弹药、地雷和照明弹被重新安置在了车体的下部和后部，降低了他们在战斗中被击中的风险。布雷德利战车的设计还包括了一些减少伤亡的特殊措施。战车配备了自动灭火系统，能够在成员舱、炮塔和发动机舱内迅速扑灭火灾，减少火灾对成员的威胁。此外，战车还配备了先进的通信系统和导航设备，使成员能够及时地获取战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设计不仅提高了战车的生存能力，还为成员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布雷德利战车装备了一门25毫米 M242 大毒蛇自动炮、TOW 反坦克导弹和一挺同轴机枪，使其在机械化战争中具有极高的泛用性。它能够在运输步兵的同时对敌方阵地进行有效打击。从2023年初以来，乌克兰已经接收了数十辆布雷德利战车，这些战车在前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争议地区，其火力、机动性和防护性的结合为乌军提供了战术优势。23年5月，阿夫迪夫卡西北侧的一次战斗中，一辆布雷德利成功摧毁了俄军的2辆 BTR-82步战车，展现了其强大的火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当时，布雷德利战车利用其25毫米的 M242 大毒蛇自动炮和 TOW 反坦克导弹对俄军战车进行精确打击，迅速摧毁了目标。此外，在2024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布雷德利战车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当时，俄军试图突破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布雷德利凭借其卓越的机动性和防护性能，迅速机动到关键位置，对俄军进行了有效打击。战车成员利用先进的火控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成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为乌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在坦克失去进攻能力的俄乌战场， M2 布雷德利凭借优秀的机动性和攻守兼备的能力，正在成为乌军不可或缺的武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库皮扬斯克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这座城市呢，位于乌克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界，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然而，俄罗斯试图攻占库皮扬斯克的行动却因奥斯基尔河的阻挡而陷入困境。库皮扬斯克呢，是一个拥有26000人口的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距离俄罗斯边境仅25英里。它紧邻着奥斯基尔河，并且位于关键的补给线路上，包括道路和铁路。这座城市在俄乌冲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双方都将其视为重要目标。俄罗斯试图通过其强大的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来攻占库皮扬斯克。
该集团军包括3个师和5个旅，拥有数万名士兵。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俄军首先要在奥斯基尔河西岸获得更稳固的立足点。奥斯基尔河成为了俄军进攻的天然障碍。尽管俄军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穿越河流并占领库皮扬斯克以北的恩村，但是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却面临巨大的挑战。俄军试图在位于恩村和库皮扬斯克之间的地村扩大桥头堡，即建立一个可以防御的渡口，取代在3年战斗中已被摧毁的战前桥梁。然而，乌克兰军队在奥斯基尔河西岸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加强了在该地区的防御力量，成功阻止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利用地形优势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给俄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此外，乌克兰空军还对俄军正在架设的浮桥进行了轰炸，进一步阻碍了俄军的渡河行动。面对奥斯基尔河的阻碍，俄军采取多种措施来克服这一天然障碍。他们加强了工程部队的投入，加快浮桥的架设速度，以确保在乌军的持续抵抗下，尽快建立一个稳固的渡河点。其次，俄军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侦察部队加强对乌军防线的侦察，寻找薄弱环节，以便在渡河时选择最佳的突破点。此外，俄军还可能会采取多点同时渡河的策略，分散乌军防御力量，增加渡河成功的可能性。而乌克兰军队也在奥斯基尔河防线上采取了多种策略来阻止俄军进攻。首先呢，他们是在河岸建立了坚固防御工事，包括反坦克壕沟、地雷阵和机枪阵地，以阻止俄军的渡河行动。其次，乌军利用无人机和侦察部队对俄军的行动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打击俄军的渡河点。此外，乌军还加强了对奥斯基尔河沿岸的火力覆盖，利用火炮和火箭弹对俄军的集结点和渡河设备进行打击。尽管俄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具有优势，但奥斯基尔河的存在使他们的进攻计划受到了严重阻碍。他们需要在乌军的持续抵抗下，尽快建立一个稳固的渡河点，以便将大量兵力和装备运送到西岸。然而，乌军的顽强抵抗和对桥梁的破坏，使得俄军这一目标难以实现。目前，俄军在奥斯基尔河东岸的行动陷入了僵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未来，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战斗可能会继续升级，而奥斯基尔河将继续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2025年2月1号，美国海军在其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普雷布尔号上成功测试了高能激光武器系统 HELIOS。根据美国对抗措施中心在2025年1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测试旨在验证该系统在应对无人机目标时的功能、性能和能力。HELIOS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采用了60千瓦级的高能激光，旨在中和快速攻击艇、无人机和导弹等威胁。该系统是集成了光学炫目器和监视功能，能够在不改变舰艇的气动外形情况下，增强舰艇对现代雷达和电子威胁的生存能力。HELIOS 的成功测试标志着美国海军在激光武器整合到舰队中，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方面是迈出了重要一步。与传统的基于导弹的防御系统不同，定向能武器比如 HELIOS 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弹药量、快速的交战能力和较低的每次交战成本。随着海军不断完善定向能技术， HELIOS 在普雷布尔号上的部署标志着舰载激光防御系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该系统和类似的系统呢，预计将在保护美国海军资产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约组织盟军空中司令部近日宣布，挪威已将国产的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也就是 NASAMS 系统，部署到波兰东南部的热舒夫贾西翁卡机场，以加强该地机场的防御能力，并作为北约东翼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保护乌克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后勤运输链安全。挪威 NASAMS 系统早于去年就进驻波兰了。根据挪威国防军的公开资讯，该国的该系统早在2024年圣诞节前就已进驻波兰，并且与4架 F-35战机共同构筑了一张强大的防空网。这一部署呢，不仅是提升了北约在东翼的防空能力，也为乌克兰提供了重要的防空支持。此外，挪威还计划在2025年3月将该系统投入其主导的联合维京7国联合军演中，进一步强化北约的防空效能。
NASAMS 系统是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具有与空军战机弹药通用的显著优势。该系统可以发射美军的 AIM-9X 响尾蛇短程空导弹和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也可以使用欧系的 IRIS-T-SLS 短程飞弹。这些飞弹的超音速性能使其能够在敌机和巡弋飞弹等威胁逼近前先行击毁，有效维护领空安全。北约组织盟军空中司令部强调 ，NASAMS 系统的部署是北约东翼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旨在确保乌克兰和北约东翼的安全。这一部署呢，不仅提升了北约之间的防空能力，也展示了北约成员国的紧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在去年向美国采购了3套 NASAMS 防空系统，附带2款新型防空雷达。前者所使用的防空飞弹与后者的防空雷达已经在今年初决标，并且连带维护保养系统将于未来10年内执行完毕，并部署到双北的淡水、松山2处。挪威的 NASAMS 部署将为台湾未来的配套建设起到示范性作用。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